38婦女節前夕，老公讓我出去旅遊放鬆，我臨時換了旅遊地點，卻看到了我深愛多年的丈夫摟着別的女人擁吻。那個女人是我們共同資助了3年的大學生。大家好，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。38婦女節要到了，老公說讓我和小姐妹們出去玩玩，放鬆心情。我嘟囔着自己還是少女，他卻爽朗地笑了，說這本就是女性的節日。於是我欣然接受，給自己5萬的預算，帶着我的好閨蜜一起去旅遊了。我出發的前一天，我老公出差了，我和閨蜜訂的去哈爾濱滑雪，結果當天我和閨蜜雙睡過了頭，誤機了。我看着最近的航班，一錘定音，改地方去三亞。我訂了最好的酒店，到的時候已經是傍晚了。我和閨蜜拖着行李箱，在酒店的花園看見了我的老公陳博，他的手搭在另一個女人的腰肢上，兩人深情地擁吻着。看到這一幕，我愣住了。過了一會，我掏出手機，沉默地錄着，沒有說話。那個應該不是陳博吧？閨蜜小聲地說着，好像是在安慰我。是。我垂下頭，臉上沒有表情，顫抖的手暴露了我的心情。我們站在那良久，直到陳博已經攬着自己的情人進了酒店，我才控制不住地蹲了下來，一滴滴淚重重地打在地上。閨蜜沒說話，只是用力地抱緊了我微微顫抖的身體。陳博的那個情人，我認識的，甚至是知根知底。他叫蘇柳，是我和陳博一起資助了3年的學生，現在已經讀大2了。他是偏遠山區的，家裡窮，還是一個孤兒，眼看就要讀不起大學，是我們資助了他。我們家一直都熱衷於做慈善，因為我的父親就是從山裡白手起家走出來的。他總說山裡的孩子都很不容易，力所能及的範圍我們都會幫一些。我爸媽幫了陳博，於是我和陳博幫了蘇柳。我和陳博相識於大學，我在學校食堂裡見到他，吃着最便宜的飯，喝着免費的湯，馬不停蹄地吃完飯之後又跑到甜品站兼職。他是山村裡出來的孩子，能來上這個大學已經是耗費了他全部的力氣了。我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有個不錯的家庭，也有一所收益高的公司企業。從小我就沒有為金錢發過愁，那是我第一次見到真正的貧困的學生。看到他和我一樣的年紀，卻在忙碌着生活，我於心不忍。我悄悄打聽了他的聯繫方式，告訴了我的父母，他們也很支持。我想悄悄地資助他，為了不傷害他的自尊心，我便謊稱請他幫我一起完成學校的作業，給他1個小時100塊錢的時薪。2個人的相處中，我漸漸地對他有了好感，他也凡事都以我為先，對我百般體貼。很快，我們確定了關係。戀愛裡，我總是受寵的那一方，每個人都說我遇到了一個真心愛我的人，我也是這麼覺得的。我父母車禍去世的那天晚上，我抱着他們的遺體泣不成聲。陳博溫柔地摟住我，貼着我的頭，江江，你還有我，我會永遠陪着你。我靠在陳博的懷裡，淚水止不住地落下，身體止不住地顫抖。半年後，我們結婚了。婚禮上，陳博一直牽着我的手，戒指交接的時候，他說：“江江，我以後會像你的父親一樣，永遠保護你，永遠愛你，永遠。”這2個字太沉重了，我收回思緒，起身來到了酒店前台。你好，我想問問你們這兒有沒有一位叫做陳博的客人？前台服務員看了看系統，歉疚地說：“不好意思，女士，我們不能透露客戶的信息。”我閉了閉眼，打開了手機相冊，翻出了我們的結婚證。他是我丈夫，這是我們的結婚證件。
前台查看了我的證件與結婚證後，沒有再說什麼，告訴了我陳伯的房間號。我沒看到。在我進電梯之後，前台小姐悄悄撥通了一個電話：“蘇小姐，他們上去了。”我站在陳伯的房間門外，聽到裡面隱隱傳來蘇柳的調笑聲。良久，我還是沒有敲開那扇門。我回到房間，閨蜜擔憂地看着我，我牽強地笑了笑，給陳伯打了個電話，沒接。我繼續打，第三個的時候，他接起來，語氣很不耐煩：“怎麼了？我在忙呢。”“忙什麼？忙着和蘇柳纏綿嗎？”電話那頭靜默了一瞬，接着陳伯緊張地開口：“江江，你說什麼呢？我怎麼可能和……我看到了，在三亞。”我掛斷了電話。我給陳伯發去了一張他和蘇柳在酒店樓下接吻的照片。望着窗外三亞的風景，我閉上了眼睛。我不理會陳伯打來的電話，開始着手調查陳伯與蘇柳。沒想到還真讓我查出來一些東西。蘇柳曾告訴我，他是隸屬替城的山區裡的學生，並且家境貧困，父母雙亡。而我查到的，他是成人，是陳伯的同村，他也沒有父母雙亡。相反的，他家庭條件也不算貧困。當初陳伯告訴我，他仔細調查過蘇柳了，確實是很貧困，很不容易。呵，這兩人是一夥的呀。38婦女節這天，我回了家，給陳伯打了個電話。我在家裡，你過來，我們談談。沒給他說話的機會，我掛斷了電話，在偌大的別墅裡等他。半個小時後，陳伯趕到了，蘇柳也來了。我靜靜地坐着，沒說話。陳伯討好地衝我笑笑，蘇柳在一旁略顯緊張地看着我。如果能忽略掉他眼底的狠毒的話，你帶他來，什麼意思？我抬了抬下巴，一指蘇柳：“江江姐，你別生氣，是我自己要來的，跟百峰哥沒關係。”陳伯還沒說話，蘇柳倒是先開了口，一臉無辜的樣子，弄得好像我才是破壞別人家庭的那個人。江江，你聽我解釋，我們不是你想的那樣。你是什麼東西？這裡有你說話的份嗎？你也配？我打斷了陳伯的話，上下打量了蘇柳一眼，不屑地嗤笑一聲：“江江，你怎麼能這麼說話？你怎麼是這樣的人？”陳伯好像看不下去了，站出來維護蘇柳，針對和他結婚了2年的妻子。我笑了，鼻子卻是止不住的酸。陳伯，我就是這樣的人，從來都是。你和他有什麼資格站在我的面前理直氣壯？你覺得你們配嗎？陳白臉色青白不定，他咬了咬牙，看起來既憤怒又悲哀。榮於江，我以為你會懂我。你之前跟我說過，你不在乎城市與鄉村的差距，不會瞧不起窮人。果然，小柳說的沒錯，是我看錯了你。陳伯拉上不聽抽泣的蘇柳，撂下了這句話，離開了我們的家。或許應該說，現在只是我的家了。我覺得委屈，卻也沒有反駁。他們已經離開，但我仍不想暴露自己的狼狽，只是低着頭，默默地刷着手機，手指滑上滑下，一直停留在那一頁，肩膀卻控制不住地垮了下來。夜裡，我紅腫着眼睛醒來，陳伯給我打來了電話：“江江，你相信我，我是愛你的，我們可以當一切都沒發生過。”我沉默着沒有說話。我看着蘇柳發給我的微信，是她懷孕的 B 超單，還有她和陳伯一些暴露的照片。良久，我嘆息一聲：“陳伯，我們還是離婚吧，我不要你了。”我的聲音很輕，幾乎微不可聞。陳伯沉默了很久，掛斷了電話。微信給我發來了一個字：“好。”從這一刻開始，我真的覺得自己是獨自一個人了。我只覺得渾身發冷，鑽進被子裡，身上卻還是止不住的顫抖。第二天，我和陳伯辦了離婚手續，我們都很平靜。離婚協議，財產1人1半，
公司也按股份分成給我折現了。我不是做生意的料，我知道，陳伯知道，我爸媽也知道，所以當初我嫁給陳伯，我爸媽也希望陳伯可以幫忙接手家裡的公司。從民政局走出來，陳伯叫住我，我沒有回頭，默默地上了出租車。我們都沒發現，有一雙眼睛在暗處靜靜地看着這一切。我在家裡躺了1個月，沒有出門，每天想起來了就點頓外賣，想不起來就餓着，渾渾噩噩地過了1個月。是閨蜜聯繫不上我，怕我死在家裡，找人砸開了我家的門。我被光刺的眼睛疼，眯着眼睛從沙發上坐了起來。我的姑奶奶，你嚇死我了！我以為你死在屋裡了，叫你怎麼不吭聲啊？閨蜜一臉心疼地摟住我，摸了摸我的頭，累，懶得說。我靠在她肩頭，閉着眼睛說道：“別這樣了，振作起來。陳伯都要2婚了，你還在這失魂落魄。”我霎時睜開眼睛，你說什麼？陳伯要結婚了？我笑出了眼淚。我想過他會和蘇柳結婚，但我沒想到這麼快，簡直無縫銜接。婚禮定在了1個星期後。那天，我來到爸媽的墓前，給他們送了束花，磕了3個頭。轉場，我就來到了陳伯的婚禮上。蘇柳穿着一條性感的婚紗，小腹有一些微微隆起，但是並不明顯。她笑着，在聚光燈下顯得光彩照人。陳伯也是一如既往的溫潤。第2次穿上婚服的他，和第1次相比，並沒有什麼變化，看起來更多了幾分溫柔。我自嘲地笑了笑，從餐桌上拿起一把小餐刀，抬手就要往手腕上劃去。忽然，一只有力的大手抓住了我即將落下的手。我回頭望去，是江氏集團的總經理江川，陳伯曾經的競爭對手。江川一臉惱怒地看着我，我不明所以，他卻一把把我拉了出去，一路走到一個無人的陽台邊，我才突然反應過來，掙扎着甩開了他的手。江總，有何貴幹？我揉了揉被捏得發疼的手腕，有點生氣。榮於江，你為了個男人就要自殺，不就是一個陳伯嗎？有什麼值得你這麼做？江川此刻還是一臉惱怒地看着我，眉頭緊皺，隱隱成了一個川字形，倒是挺符合名字的。我被他一番話整笑了。誰跟你說我要自殺了？江川錯愕地看着我，又指了指我手上的餐刀。我這才明白過來他的意思，他以為我拿着餐刀要割腕呢。其實我只是想把手上的這一串紅繩給割斷。這是當年我剛和陳伯確定關係不久後，他帶我到廟裡祈福的時候求的同心結，說是戴上之後2人就會永結同心。在這婚禮當天，看了這個紅繩，我只覺得刺眼，可卻因為是根據手的大小編的，怎麼都取不下來。沒辦法，我只好拿了餐刀，想給他劃開。聽完我一番解釋，江川讷讷地說不出話來，氣氛有些尷尬。江總，話說，我們好像也不是很熟，我自不自殺跟你又有什麼關係呢？如果有鏡子，我想我的臉上現在應該寫滿了2個字：戒備。江川沉默了半晌，那張俊美的臉上寫滿了糾結。良久，他才娓娓道來：江川是我母親曾經的學生，本來是單親家庭，高中的時候他父親因病去世了，眼看就要念不成書，是我母親資助了他，一邊輔導一邊資助，他才考上了大學。勤工儉學攢夠錢後，就出國留學了。我半信半疑地看着他，可能是我現在對資助2個字太敏感，我已經不敢相信了。見我不信，江川只得拿出了手機裡和我母親的合照，還有我小時候一起拍的照片。你是誰？小川哥哥。江川點了點頭。我震驚地看着江川，其實是因為他和我記憶中的小川哥哥差距過大，我根本就沒往那方面想。
江川少年時候很瘦，我只記得是一個弱柳扶風的高個瘦子，又瘦又黃，看起來營養不良的樣子。而現在的江川身上有一些隱隱的肌肉，也不似從前那般面黃肌瘦，而是長成了一個英俊的青年男子，看起來帶着幾分凶氣，還有眼裡有些我看不透的深沉。那你找我幹什麼？你有江氏集團，現在應該不需要我們家資助你了呀，而且我也不剩什麼了。我疑惑地問道。江川對我溫柔地笑了笑，我卻覺得他的眼底都是悲涼。江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江川說，他回國以後去見了我母親，我母親希望他以後可以照顧我，如果在他們100年之後，有一天我若是發生了變故，還能有個依靠。聽完江川的話，我眼眶有些濕熱，鼻頭也開始發酸。從小到大，我的父母都為我考慮得很周到，他們甚至連自己離開之後都為我安排了後路。江川拿出紙巾，輕輕地給我擦去臉上的淚。江，別哭，叔叔阿姨會怪我沒照顧好你的。那天陳伯的婚禮，我也沒吃上一口席，和江川離開了。我來到了江川的家裡，江川給我做了一桌子的菜，都是我喜歡的。我嘗了一口，是媽媽做的味道，我又有些想哭了。江川遞了張紙給我，看他一臉嚴肅的樣子，我沒忍住笑了。這是我這1個多月來第一次真正的笑過。吃飽喝足後，我坐在沙發上，江川看了看我的臉色，說了一句讓我變了臉色的話：江，叔叔阿姨的死好像並不是意外。我一下子白了臉色，手中握着的水杯不自覺脫手而出，碎在了地上。我伸出手緊緊地抓住了江川，在開口時只覺得聲音都顫抖。你什麼意思？江川安撫地拍了拍我的手背，從手機裡翻出了幾張圖片。叔叔阿姨的車被人動了手腳。我翻看着一張張照片，我爸的車上剎車片有割裂痕跡，所以才會中途突然斷開，油門也被動了手腳，控制不住的加速。不知道何時，我已經滿臉都是淚水，說話都已經不成語調。是誰要害我爸媽？陳伯把這些照片高價買走銷毀了，但是那個人想多掙一筆，於是又賣給了我。我猛地抬手望向江川，江川又打開了另外一段視頻，上面是蘇柳偷偷溜進我們家地下車庫，剪斷我父母的剎車片的視頻。我一時間蒙住了，蘇柳怎麼會有我家的地庫鑰匙？好像是看穿了我心中所想。江川低語道：陳伯既然想要銷毀這些照片，說明他知道這件事情。你覺得他進不去你們家地庫嗎？我愣住了，良久，我才痴痴地笑出聲。這就是我嫁的人，原來娶我是假，想踩着我上位才是真。原來我痴心一片，害了我自己，也害了我的父母。他既然是為了我們家的錢，為什麼還要願意分我一半財產呢？江，在別人眼裡他是借你上位的，而現在他分你一半，可以洗清自己的嫌疑，證明自己不是只看錢。這個好名聲可以為他獲得更多的利益。江川看向我，輕輕為我擦去了眼角的淚。江，我會幫你，我幫你鏟除他。我看向江川，他的眸子很深，像一望不見底的潭水。那你呢，小川哥哥？你又為什麼站在我這一邊呢？我現在也一無所有了呀。我低聲呢喃，順勢靠在了他的肩膀，聽着江川砰砰的心跳聲。我不是傻子，父母恩情是真，但是一份恩情也還不能讓他做到這個地步。江川也不缺錢，那他圖謀的無非是我。江川沒有否認，伸出手把我擁進懷裡，輕輕地撫摸着我的頭髮。我聽到他啞着聲音說道：江，你怎麼這麼聰明呢？我想要的從來只有你呀。
我感覺到江川的手緩緩滑向了我的脖颈，輕輕地握住了我的脖子，這就藏不住了。我眯了眯眼睛，伸手摟住了江川的腰，腦袋輕輕拱了拱他的脖子，媚眼如絲。小川哥哥，你替我報了這份仇，我任你處置。江川身體猛地繃緊，鬆開了我的脖子，扣住我的腦袋，迎合他，突然吻了上來。我有些反感，但是為了這份仇，只得皺着眉頭承受。出乎意料的，他只是吻了上來，卻並沒有做其他動作，不一會兒就鬆開了我，把我重新攬進懷裡。我沒有反抗，乖乖順從着。江，陳伯會有他的代價的，我們慢慢來。那天以後，我在江川家住了下來，我睡在主臥，他睡在次臥。我有點不解，卻也樂得自在。這天，我坐在沙發上玩着手機，江川手機響了，看了一眼，來電顯示蘇柳。蘇柳，江川怎麼會和蘇柳有來往？我不動聲色，裝作沒看見。江川接起電話，走到了陽台，我悄悄豎起耳朵湊過去，聽到了一些模糊不清的聲音。忽然，我聽到了我的名字，蘇柳。榮於江這邊，我會替你瞞着，但是我要的東西，你要是拿不過來，到時候要是捅破了，你覺得陳伯會放過你嗎？我僵住了，只覺得血液衝到頭頂。江川在我們之中又扮演了什麼角色？他的電話快講完了，我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。江川走進來，坐到我身邊，握住了我的手。怎麼這麼涼？我好像一下子回過神來，抽回了我的手。江川，你和蘇柳怎麼認識的？我藏不住事，直接捅了出來。江川定定看了我一會，忽然展顏一笑，好像冰雪融化。他伸手摸了摸我的頭。我們江怎麼這麼聰明呢？我側頭躲開。江川笑容微頓，嘆了口氣說道：我本來想讓你等個結果就好了，既然你知道了，那我也沒什麼可瞞的了。蘇柳是我的人，準確的來說，應該是我買通了他。江川起初只是知道蘇柳和陳伯出軌的事，可是仔細一查，卻查出了蘇柳害死我爸媽的事實。於是他裝作不知情，假意與蘇柳合作，讓我故意發現陳伯出軌的事，好讓我們離婚。蘇柳上位，陳伯本不想那麼快和我離婚，他還想從我身上榨取最後的價值，一邊又放不下蘇柳。蘇柳早就想取代我，有這個機會自然求之不得。現在我和陳伯離婚了，江川捏住了蘇柳的把柄，要蘇柳為他辦事。你想做什麼？我皺着眉頭問道。江，你很快就會知道了，我不會害你的，相信我。陳伯很快就要完蛋了，我沒再糾結，靜觀其變。那天後，江川履行了自己的承諾。陳伯的公司開始出現問題，因為賬目作假，被人匿名舉報了，所以他不停地在被調查部門的人調查，但是也只是調查，因為調查部門手頭沒有切實的證據。陳伯自認為瞞天過海，還在沾沾自喜，於是江川提出想與陳伯合作，由陳伯提供產品，江川進行研發。合同為期3年，江川給了很大的紅利與讓步，陳伯心裡疑心，不敢接下。這時候蘇柳派上了用場，他做着陳伯的賢內助，溫柔地勸着：百哥，這有什麼好怕的？簽了合同，他難道還能違反不成？反正賺錢的是我們，他們說不定更賺呢。陳伯被哄得飄飄然，一錘定音地簽下了合同。那份合同擺到了我的面前，我挑了挑眉：你這什麼意思？給他這麼大的利潤，到底是在幫我還是在幫他？江川笑了笑，眼底閃過厲色。江，別着急，好戲在後頭呢。江川拿出了一份文件放到我面前，這是陳伯的賬目漏洞、偷稅漏稅的數據，還有一些賄賂往來。這份報告要是舉報上去，你說陳伯還有的好過嗎？
我笑了笑，江川，偷竊他人賬目數據可是犯法的哦。江川擺了擺手，一臉的無辜，這跟我可沒有關係，這是蘇柳偷的，無意中洩露給我，我只是作為一個舉報方而已。江，我還是喜歡你叫我小川哥哥。我站起身來，拍了拍坐在沙發上的江川的頭，笑着說道：“小川哥哥可沒你那麼狡猾。”說完，我拿起包包出門逛街了。江川看着我的背影，玩味地笑了。過了1個星期，陳伯就被匿名舉報，抓進了看守所，暫時拘留。公司也被暫時查封了。是江川的手筆。陳伯從看守所出來的那天，我帶着江川在門口等着。陳伯看樣子在看守所裡過得並不好，整個人一下子看起來像老了好幾歲，也沒了往日的光鮮亮麗。蘇柳迎了上去，一臉的關切。陳伯則感動地抱着蘇柳，看着這一幕，我笑出了聲。江川更是毫不顧忌地走到他們面前，一臉做作地鼓着掌，真是好一對感天動地的模範夫妻呀！陳伯眯起眼睛，不善地看向江川，問道：“江總怎麼在這裡？有什麼事嗎？”蘇柳看到江川，瑟縮了一下，眼神躲閃，不敢看他。江川笑：“陳總難道不好奇自己是怎麼進的拘留所嗎？”陳伯聞言，臉色一變：“難道是你竊取我公司內部數據？”江川連忙擺擺手：“不，我哪有這本事？這還得多謝蘇小姐呢。”陳伯不可置信地看向蘇柳，一把抓過了蘇柳的手腕：“居然是你！你到底為什麼？百哥，你聽我解釋。”江川，你不要挑撥離間。我輕輕鼓着掌，從暗處走了出來。嘖，真是一出好戲呀！陳伯，被人背叛的感覺如何呀？江川看我走過來，一把摟住了我的腰。我挑了挑眉，沒制止。陳伯看了看我，又看了江川，你們兩個居然是一夥的。榮於江，看不出來呀，你表面上和我結婚，原來出軌動作比我還快。江川，他可玩的花，你受得住嗎？陳伯嘲諷地說着，一邊用下流的眼神打量着我和江川。江川沒忍住，衝上去就把陳伯給揍了，攔都攔不住。於是他們兩個都被警察抓了。警察局門口打架，怎麼想的呢？江川做筆錄的時候，我一直在憋着笑。出了警察局，我一邊走着，終於忍不住大聲笑了出來。江川無語地看着我。我看到他笑得眼淚花都出來了。喂，別笑了。江川看起來有點不好意思，耳尖有點發紅，嘴角還掛了一點彩。江川，你明知道他在挑釁你，為什麼還要跟他打呀？我笑夠了，問出了我心裡的疑惑。江川撓了撓頭，裝作不經意的樣子。反正他嘴髒，我聽不得他罵你。我停下了腳步，定定地看着江川。江川見我停下，有些疑惑：“怎麼了？車停在前面，你走累了嗎？不然你等我一下，我去開過來。”我擺了擺手說：“太麻煩你了，你背我過去吧。”江川，但他還是蹲了下來。我笑着跳到了他背上。路程不遠，但是江川走得很慢，一邊走着一邊絮絮叨叨地跟我說着事。陳伯的事情你不用擔心，該受到懲罰的人一個都不會少的。我摟緊了江川的脖子，在他的耳尖上輕輕吻了一下，這個吻是真心的。江川沒再說話了，我看到他的耳根一點點紅了起來。第二天，江川來到了陳伯的公司，要求按照合同交付貨物。第三天，陳伯早已因為繳納罰款和補貼漏洞，把錢都投入了，根本拿不出資金生產產品，未按約定時間內交付貨物，屬於違約。合同上要求5倍賠償，陳伯拿不出來現金，於是江川就揚言要把他告上法庭，或者以抵押收購形式把公司賣給江川。陳伯無奈，
不想吃牢飯，只能同意出售公司。不過他不知道，這碗牢飯他吃定了。我坐在沙發上，有點疑惑地問江川：“你繞這麼大一個圈子，又是簽合同，又是送錢的，就是為了收購陳伯的公司？”江川記紐扣的手頓了一下，緊接着又若無其事的樣子：“是啊，我更不懂了。”撓了撓頭。雖然我不太懂公司的事，可是陳伯他那個公司已經是強弩之末了，對你來說半點利益都沒有啊！你收購了還得給他擦屁股。江川聞言溫柔地笑了：“江，我只是想要那個公司的原身，那原本是叔叔阿姨辛辛苦苦的成果，即使現在被陳伯改得面目全非，但他原本也是叔叔阿姨的心血啊！我知道你嘴上不說，心裡還是介意的。我被說中了心事，有點不太好意思。其實我的心裡一直很內疚父親的公司被陳伯這樣的人接手。但是江川也已經為了我做了不少的事情，我也不好意思再向他開口。那公司，那你打算怎麼辦呢？我問道。等把裡面的那些廢物都抓出來清掃一遍之後，就重新做叔叔阿姨之前的生意吧。你來做，我跟你合作。我条件反射地問道。就這樣給我了嗎？你花這麼大功夫，我可怎麼感謝你才好？江川突然伸出手把我攬入懷中，低聲說道：“那就以身相許吧。”江，我耳朵有些熱。怪了，按理說我也是結過一次婚的人了，怎麼好像很緊張一樣？我扭頭看向江川，他好像在發呆。我撇嘴，也沒有掙脫他的懷抱，順從地靠近他懷裡。江川的動作不停，大肆宣揚了陳伯破產、婚內出軌蘇柳的事情。陳伯還曾經營造自己深情男人的人設。陳伯的債主們聽說他破產，紛紛找上門來。一夜之間，陳伯破產，聲名大跌，公司也被江川收購了。看着陳伯被圍在討債的人群中，我笑了笑，走向了警察局。我實名舉報了陳伯和蘇柳涉嫌蓄意謀殺我的父母，並且提供了我收集的證據，把陳伯和蘇柳告上了法庭。陳伯開始還為自己開脫，說自己並不知情，可沒想到蘇柳一口把陳伯咬了出來，他們是合謀的。蘇柳，你為什麼這樣回我？法庭上，陳伯對着蘇柳怒罵道：“陳伯，我這麼愛你，甘願為你當小三，你卻心裡都沒有我，我憑什麼為你背鍋？要死，我們一起死！”蘇柳這一刻說出了自己的心聲，對着陳伯狠狠地咒罵起來。無論他們如何爭吵，判決結果也下來了。蘇柳與陳伯蓄意謀殺，判處無期徒刑。陳伯和蘇柳被正式關進監獄的那天，我來到我父母的墓前，給他們送了一束花。爸爸媽媽，我幫你們報仇了。我垂着頭，輕聲說：“江，你怎麼能獨占功勞呢？這也有我的一份呢。”江川不知道什麼時候來到了我身後，他彎下腰，給我爸媽送上了一束花。我抿嘴一笑：“是，還有小川哥哥，他幫了很大的忙，欠他一個人情呢。”江川聞言，不懷好意地笑道：“叔叔阿姨，人情就算了，就當我娶江的彩禮吧。”我白了他一眼，佯裝生氣道：“這點彩禮也想打發我榮於江？我們家得要1000萬彩禮。”江川聞言，突然單膝下跪，拉住了我的手：“別說1000萬彩禮，我的一切都可以給你。我在叔叔阿姨的墓前發誓，我一定好好對江。如果有一天我辜負你，那就讓叔叔阿姨來帶我下去。江，你願意相信我嗎？”看他這陣仗，我撇了撇嘴，別過頭去。我聽到我有點別扭的聲音：“那我就勉為其難的答應你吧。”江川篇，我很早之前其實就見過榮於江了。他媽媽讓我叫她江妹妹，她叫我小川哥哥。
第一次有人禮貌地叫我小川哥哥，那種感覺怪怪的，但是我也很受用。江江真好看，像個洋娃娃一樣，我好喜歡她。江江的爸爸媽媽也很好，如果不是他們，我甚至都活不到18岁，更別提上學了。於是我努力學習，考到了國外牛津大學的研究生。我出去留學了，雖然我很捨不得江江他們一家人，但是我知道，只有我出人頭地了，才有回報他們的能力，才有站在江江身邊的機會。我拼了命的學，拼了命的掙錢。在我認為我終於事業有成的時候，回到國內，一切卻都變了。江江的父母因車禍去世，江江也嫁給了他人。他若是過得好，我也就算了。可是那個男人千不該萬不該，不該不辜負他，不該出軌。於是我買通了他的情人蘇柳，準確地說，也不算買通，我們都想達到各自的目的而已。蘇柳想上位獨佔陳伯，而我只想要江江。這個過程中，我還發現了有趣的事：陳伯和蘇柳這兩個人渣，居然為了錢害死了江江的父母。我不動聲色地收集好證據，找上了江江。其實一開始都是預謀好的，如果不是我刻意讓江江去的三亞，讓蘇柳也帶着陳伯去三亞，江江根本還不會發現陳伯出軌。但是我忍不了了，江江跟他多待一天，我都受不了。於是我故意讓江江看到這一幕，他哭得很傷心，我很想抱抱他。再一次聽到有人叫我小川哥哥，我竟有點落淚的衝動。後來江江靠在我懷裡的時候，我只覺得激動，簡簡單單的一個擁抱都會讓我熱血沸騰。我知道江江不是真心的接近我，但我不在意，因為我知道總有一天江江會轉變的。江江覺得我陰謀詭計太多，不願叫我小川哥哥。其實他不知道，我對所有人都是陰謀詭計，唯獨不會對他。跟陳伯打架的時候，其實我也知道陳伯就是在試圖激怒我，但是聽到他出言侮辱江江，我忍無可忍。打一場架，掙回了面子，也收穫了江江的真心。我覺得我很值得，就算被打100次也行。那天江江主動吻我，我知道我是時候可以求婚了。在叔叔阿姨的墓前，我發了誓，江江答應我的那一刻，我很開心。江江，我會用我的餘生去珍惜你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麼想說的、想吐槽的，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。